中美军事竞争结局注定，美国自曝家丑。失败的关键不是因为中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面对中国军事科技的进步，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主任迈克尔·布朗又不自信了。他在一场线上活动中称，中国能够很好地吸收商业先进技术，正在取代美国成为技术超级大国。相比之下，美军对新技术的使用落后于私营部门很多年。美国军方必须要抛开繁文缛节，重新考虑如何从商业部门获取领先技术来抗衡中国。有人以为布朗说的这些话又是为了诉苦，想争取更多的军费预算。其实美国人自曝家丑，说的真有可能是大实话。美国在军事科技竞争方面，许多领域正在被中国超越，而且形势越来越不利。中美军事竞争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军事科研创新的机制。美国人发现，在这方面自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首先呢，是投入不足。部分议员在布朗辞职后，敦促将国防创新部的投资增加10倍。众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版本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他们建议为国防创新部拨款1.134亿美元。说实话，美国的国防工业目前用于创新的预算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科技项目发展的需要。这么玩下去，美军在多个科技竞赛领域都可能落后于中国。第二，美国的官僚主义严重。就像布朗所说的，美国的国防工业技术更新受官僚主义的影响，使用任何一分钱，从计划的提出、列编预算到项目通过，都要花上2年半的时间。一些大型的项目甚至需要数十年，而等到项目落实，这些技术可能已经过时了。在未来的科学技术竞争中，一些关键的技术，比如雷达、电子设备的迭代，可能是1年一个版本，或者几个月就有技术突破。这都需要军工技术的管理机制能够跟上科技进步的节奏。第三，美国的军工企业无法获得民企的先进技术，国家力量在军事科研的创新中需要承担重要作用。美国政府正在缺位，而美国的军工企业往往是私企。美国的法律没有授权政策可以获得美国私企的先进技术，而私企呢也没有兴趣向美军转让先进技术。比如美国的高超音速风洞就没有人给他投钱。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能力要远远的高于美国，也更能将先进技术优先用于国防事业。第四，美国的军工产业链已经出现空心化。制造业空心化的后果是，任何武器装备的设计和制造容易脱节，导致成本过高，正在出现严重的产业链短板。比如福特级航母上的综合设计桅杆非常先进，但是现在它的供应商已经倒闭。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上所使用的蒸汽弹射器的供应商也已经倒闭。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关键供应商一般都会在大型国企的集团控制下，不存在倒闭问题。军工产业的空心化还会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效率过低。比如美国海军所依赖的军工造船业已经失去了商业造船能力的支撑，从而导致军舰的制造成本、生产所花费的时间都远远地超过中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还证实，布朗将于今年9月辞职。他早在4月27日他就提交了辞职的申请。有报道称，他离职的原因是五角大楼在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着明显弱点，而他本人的工作呢，也缺乏五角大楼高层的支持。说白了，布朗是知道美国军工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困境的，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这才是他辞职的真正原因。从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福特级航母
朱姆沃尔特驱逐舰、平海战斗舰，再到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美国在军事科技的竞争退势已经显现了。估计未来被中国弯道超车将成为常态。美国人现在还不习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否则布朗也就不会因此而辞职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